拜天地。婉宁，若烟她怀了我的骨肉，已经5个月了。她孤苦无依，我不能让我的长子顶着万世子的名头。你素来有世家贵女的雅量，今日我们3人一同拜天地，让若英以平妻之礼进门，可好？是啊，婉宁，咱们侯府开枝散叶是大功一件，你做正事的，当有容人之量，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既然承恩侯府的规矩是宠妾灭妻，嫡庶不分，那我谢婉宁便不奉陪了。婉宁，你站住！婉宁，你站住！宁，你站住！世子自重，我家姑娘的衣角，岂是随便什麼人都能碰的？你今日若是踏出這侯府的大門，便是犯了7出之條裡的擅動。7出之條，那是用來約束妻子的，而你顧承澤，今日連做我謝家女婿的資格，都已經自己做沒了。你帶着外室辱我謝家門楣，這樁婚事就此作罷。謝家隨行聽令，將所有嫁妝即刻拉回國公府。是。姑娘，承侯府欺人太甚，这件事絕不能就這麼算了。哭什麼？該哭的是他們。一隻爬上腳背的癩蛤蟆，甩脫了便是，何須為他落淚？柏林謝氏，那是歷經3朝，底蘊深不可測的頂級門閥。我曾祖父曾位列3公，父親如今是當朝謝國公，而承恩侯府不過是靠着幾10年前出過一位太妃才擠入勳貴。他們以為生米煮成熟飯，就能逼迫我低頭天下這口蒼蠅，簡直愚不可及。婉兒，可是那承恩侯府不知死活，讓你受了委屈。顧承澤在拜堂之際，帶了一個懷孕5個月的外室上堂，欲與我平妻並尊。好一個承安侯府，好一個平妻並尊！走，隨我去見你祖母。我都知道了，去開我的正房香籠，將太后娘娘當年親賜的那身一品誥命大禮服取出來。兒媳遵命。我的好孫女，你今日做得極好。若是你為了那點虛無的顏面，同那等下賤之人拜了堂，那才是折了我謝家的風骨。既然他們承恩侯府不要體面，那老身今日就進宮去，替他們把這體面徹底扒下來。備車，遞牌子，我要面見太后。啟奏太后娘娘，榮國公府的老太君穿着一品誥命的大禮服，正在殿外候着呢。謝家老姐姐，她怎麼這個時候遞牌子進宮了？今日不是他家那個掌上明珠叫婉寧的丫頭出閣的大喜日子嗎？快，還不快請進來！是。
老姐姐，你這是做什麼？你我之間何須這些虛禮？這禮服除了哀家過壽，你可是有整整5年不曾穿过了。今日是你孙女大婚，你不在府裡受禮，卻這般鄭重其事地進宮來找哀家，究竟出了何事？太后娘娘，老身今日进宮，是来向娘娘请罪的。我谢家辜负了娘娘昔日的赐婚之恩，这门亲事，老身的孙女是不敢结了。请什麼罪？慢慢說。哀家在這兒，天塌下來，哀家替你頂着。今日婉兒出閣10里紅妝，本是高高興興的去了承恩侯府，可誰知在喜堂之上，當着滿朝勳貴的面，那承恩侯世子，他竟扶着一個肚子高高隆起的外室，逼着婉兒與那外室一同拜天地。他還大言不慚地說，要讓那外室以平妻之禮進門，不讓他的長子受了委屈。承恩侯夫人甚至當眾指責婉兒善妒，沒有容人之量。混賬東西！平妻並尊，寵妾滅妻，他承恩侯府算個什麼東西，也敢跑到哀家面前來亂了嫡庶綱常。老姐姐，那婉寧丫頭如何了？婉兒極重謝家骨氣，不與那等不知廉恥之人爭辯，她自己掀了蓋頭，當場退了婚，帶着嫁妝回了國公府。好一個不奉陪了，不愧是你教出來的孫女，有骨氣。李福安，奴才在。传哀家懿旨，召皇帝即刻來慈寧宮。哀家倒要看看他承恩侯府是有幾個膽子，敢在大楚的京城裡演這出禮崩樂壞的戲碼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做的好事！父親息怒，謝婉寧不過是一時下不來台，使小性子罷了。哼，他謝家再是百年世家，女子退了婚，名聲也就徹底毀了。日後還能嫁給誰？等明日一早，兒子親自上門去賠個禮，再說幾句軟話，她必然乖乖帶着嫁妝回來。就是，堂堂世家貴女，竟是個善妒不容的。若煙肚子裡懷的可是咱們侯府的長孫，她不感恩戴德，還敢甩臉子！世子，都是若烟的錯，若烟不該在今日出現，惹了夫人不快。胡說，你是我最愛的人，我怎能讓你受委屈？她謝婉寧若是連這點氣度都沒有，根本不配做我的世子妃。你們是何人？竟敢擅闖承恩侯府！承恩侯府眾人接太后懿旨。太后懿旨：承恩侯府失德失禮，寵妾滅妻，縱容外室登堂，折辱賜婚正妻，亂嫡庶綱常，敗壞世家禮法。什麼？李公公，這其中許是有誤會。謝婉寧她……掌嘴！哼！太后懿旨宣讀之時，誰准你插嘴？榮國公府謝氏婉寧，賢良端淑，知禮明義，遭此羞辱而不失體面，
退婚無罪。承恩侯府不得以婚约、名声、妇德等事再行纠缠污蔑。承恩侯夫人沈氏，身為當家主母，不正家风，縱子辱妻，助外室逞威，德不配位。即日起化夺誥命，收回官服，永不得复。不行，爸，我的誥命是先帝恩封，我是侯夫人，不能收回。还不闭嘴！命承安侯府3日之内，以原嫁妆箱子赔付荣国公府，少1分，查差侯府，充作抵偿，双倍赔付。李公公，嫁妆已经被谢家原封不动拉回去了，我们并未动用1分，凭什么還要雙倍賠付？哼！憑你顧承澤今日讓外室穿喜服入堂，憑你要謝氏婉寧與外室同拜天地，憑你顧家收了謝家禮，卻想踩着謝家的臉面給外室抬身份。臣領旨。承恩侯別急着謝安，陛下還有旨意。今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承恩侯顧懷安受國恩而不思謹守門楣，教子無方，縱子亂禮，輕慢國公府，辱沒勳貴體統，致使嫡庶失序，綱常蒙羞。今復奪承恩侯爵，降為3等伯，其世襲罔帝之恩，一併替奪。日後襲爵，照大處律例遞降，不得復請恩典。3等伯，臣謝主隆恩。顧承澤身為世子，不修德行，不明禮法，於大婚之日，攜運外庶入堂，逼嫡妻同拜，妄圖以庶亂嫡，以賤凌貴，敗號人倫。即日起，廢顧承澤世子之位，永不錄用，其科苦印官舉薦入仕諸錄，皆不得錄。侯爺，你說句話呀！承澤是你的嫡子，是顧家的根啊！閉嘴！陛下為何如此重罰？我不過是想給若煙一個名分。謝婉寧她豪華無傷，憑什麼要斷我仕途？顧公子，你到如今還不明白？你以為你打的是謝家大姑娘的臉？你打的是太后娘娘親賜誥命的臉，是榮國公府百年門楣的臉，是大楚朝樹尊卑、規矩禮法的臉。謝家大姑娘掉沒掉頭髮，不是陛下裁罰你的輕重。你敢讓外室與正妻同拜，就是在告訴天下人，大楚禮法可以由你顧承澤一句真心，隨意踐踏。哼，陛下留你性命已是天恩，至於這位外室，陛下與太后娘娘另有處置。李公公明鉴，民女腹中已有顧家骨血，民女不求名分了，真的不求了，只求太后娘娘陛下看在孩子無辜的份上，饒民女一命。民女願意做奴做婢，願意一輩子伺候顧公子，求公公施恩啊！承澤，你救救我！你說過會護我一生一世，你說過我們的孩子會是顧家最尊貴的孩子，你不能不要我，不能不要我們的孩子啊！李福安，若煙不過一介弱女子，她有什麼錯？是我帶她進府，是我要給她名分，她腹中懷的是我顧家的血脈，你們怎能如此逼迫一個孕婦？哼！顧承澤，你到如今還覺得這是你一句真心相許便能遮過去的風流債？太后懿旨，外室白氏禍亂侯府世子，妄圖平妻並尊，壞嫡庶之分，亂綱常禮法，實為狐媚惑主。我沒有，我與承澤是真心相愛。謝婉寧不過仗着門第欺人，我只是想給孩子一個名分，我有什麼錯？外室之子，未入宗族，別妄想踩着正室嫡妻的體面進門。
是白氏不懂規矩，是我顾家管教不严。可他肚子里到底是我顾家的孙儿啊！求太后娘娘开恩，孩子不能有事儿啊！孩子自然会留。太后有旨，白氏押往西山家庙，由家庙看管之生产。孩儿生下后，归顾家族谱。母不留。母不留，母不留是什么意思？谁敢动他？拿下！是。放开我，若烟，若烟！长官救我！我不要去西山，我肚子里是你的孩子。若烟！顾承泽，太后还有吩咐，顾家任何人不得私自探看，不得暗中营救，若有违抗，罪加一等。逆子，逆子啊！伯爷！伯爷，你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伯爷！大管家，府里昨夜遭了大变，老伯爷还在榻上昏迷未醒，这賠償一事能不能寬限幾日？等老伯爺醒了，咱們兩家坐下來慢慢商議。懿旨寫的是3日，3日實在太急。謝家也是百年世家，總要講些情面。情面？昨日喜堂之上，顧家可曾給我家姑娘留過半分情面？你赤金头面12套，南珠18匣，羊脂玉如意6柄，翡翠屏風4扇，汝窯花酥1對。城東綢緞鋪2間，城南米行3間，京郊良田800畝。按太后懿旨原单，雙倍賠付。以上諸項皆須折成現銀或等價契書，於3日內交齊。雙倍，原單雙倍賠付。謝家欺人太甚，家莊不是已經原封不動拉回去了嗎？還要雙倍賠付，這是要逼死我們顧家呀！顧母若覺得冤，大可進宮去問太後娘娘。懿旨寫明，顧家寵妾滅妻，辱沒謝氏門宅，按原單雙倍賠付，3日之內少1分。謝家便請登門，請內務府驗府。大管家，我與婉寧到底相識多年，你回去告訴他，我願親自登門賠罪，只要他肯鬆口，賠償之事。顧公子，你不過是顧家的下人，也敢如此同我說話？你不過是謝家的一條狗，也敢這樣對我說話？哼！顧公子如今無爵無職，謝家奉旨吹守，何來不敢？今日算第1日，3日內雙倍賠償，若湊不齊，謝家便請京兆尹和逆務府一同登門。到時顧家能不能保住這塊伯府牌匾，就看顧家自己的本事了。老太君、姑娘，大管事讓人帶回話了，顧家庫房被砸開，現銀根本不夠賠。3日內若湊不齊，大管事說，連顧家那剛換上的伯府牌匾也要一併摘下來折價。哼，不知敬畏的破羅虎，顧家這才剛剛開始呢。
這是伯父最後的体面了，谁敢动？太后懿旨，按原单双倍赔付。今日先点现银，少1两便计1两。顾公子若觉得不公，可随我去京兆尹门前敲登闻鼓。如今谁不知道顾家得罪了谢家，惹了太后震怒？庄子我们敢接已是冒险，爱卖不卖，过了今日价值会更低。这些是我的嫁妆，谁也不许碰！顾母当日帮腔，纵容外室平起，同受懿旨惩处，府中可折现之物皆入赔偿，首饰折银尚缺。体面拆开来，也不过是一张桌，一面屏，一只簪。哼，谁让他们作死？10里紅妝也是好分的。三等伯，祖业全赔进谢家账簿了。喜堂可收拾干净了。说话！三等侯，谢家那边的账已经结清了。三等伯，陛下圣旨，褫夺承恩侯府世袭罔替之权，降为3等伯。太后懿旨，按原单双倍赔付。府里现银不够，田庄铺面已經急賣，夫人的首飾、庫房裡的擺設也都抵了進去。世襲罔替。扶我起來，把顧承澤給我拖到正院，現在就拖過來！父親，你可知道顧家如今還剩下什麼？兒子知道府裡艱難，可事情原不該到這一步。兒子只是想給若煙和孩子一個名分，謝婉寧若肯退一步，住口！你還敢提她肯不肯退一步？她是謝家嫡女，有太后憐惜，自然一句委屈便能讓滿朝替她出頭。可若煙腹中也是顧家骨血，難道就該一輩子背着外世子的名聲？兒子不過是想兩全。兩全？你所謂的兩全，就是在大婚喜堂上，當着滿朝勳貴的面，把一個懷孕外室扶出來，逼正妻同拜大天，容人之量。分明是謝婉寧太絕，若她肯退一步，顧家何至於此？我家主母今日身子不適，不便見客。你可看清楚了，這是顧家的帖子。我與你家主母從前最是相熟。主母吩咐了，不便見客。快把側門關了，別叫那位進來。就是如今他沒了诰命，不過白身婦人，若同席而坐，傳進宮裡，惹太後不喜，誰擔得起？今日位子都已排滿，顧老夫人若要上香，便請稍後。謝婉寧，她怎麼就不能忍一忍？不過是個外室，不過是個孩子，為何非要鬧到太後跟前？母親也覺得是他太狠，對不對？他若顧念舊情，舊情？若不是你非要帶白若煙進喜堂，若不是你當着滿京城的面奏謝謝婉寧，我怎麼會被太後褫奪诰命？我怎麼被人關在門外？我怎麼連上香的位置都沒有？是你毀了我的诰命，是你毀了顧家的體面，是你讓我成了京城人人避諱的白氏婦人，我怎麼生了你這個孽障？逆子！
我今日受的羞辱，全是你给的。若不是你非要把白若烟那个贱人领上喜堂，我怎么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？你若还有半分本事，就去把你的前程挣回来，别成日躲在府里装死。沈公子，我家公子不在府中。不在？那我进去等着他便是。府中今日不便待客。你可知我是誰？小的知道，所以才不敢耽搁顾公子。我家公子说了，顾公子既已被圣旨明言永不录用，往后便不宜再谈仕途。旧日交情不过年少游戏，还请顾公子莫要再来。寿堂，寿堂，快走，快走！姑娘，承恩伯爵府那边又乱了。西山家庙来人傳話，說白若煙在山上過得很不好。不好，是他自己一步步求來的。我要见顾承泽，我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长子。你們敢這樣待我，顧家不會放過你們的！啊！我是要進伯府做平妻的人，等孩子生下來，我就是顧家的功臣。你們這些人今日欺我，來日我讓顧承澤一個個發賣了你們！白若煙，太后娘娘有口諭，去母留子。顧家不得私自探看，不得營救，不得暗中接應。你若再鬧，便按擾亂清修處置。這是慈寧宮李公公親自交代的。你腹中若真是顧家血脈，自有太后規矩管着。至於你這個人，沒人會管。被撤我去西山，你還嫌顧家死得不夠快嗎？父親，若煙懷着我的孩子，那是顧家的長子。長子？你如今連世子都不是，顧家也不再是侯府。太后懿旨寫得清清楚楚，你敢去家廟鬧，是要讓御林軍再圍一次伯爵府嗎？我不鬧，我只去看看他，給他送些銀子和藥材。銀子？顧家哪裡還有銀子？配給謝家的雙倍嫁妝已經掏空了庫房，連我的首飾都當了大半。那個賤人害得我沒了诰命，絕對不能去。我的肚子。姑娘，西山家廟那邊動靜鬧得不小，聽說白若煙動了胎氣，顧家現在連山門都不敢登，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。太后娘娘定下的規矩，自有太后娘娘的人看着。顧家如今想救不敢救，想護護不住，正該讓他們嘗嘗把規矩踩在腳下的滋味。祖母所言極是。這些賞賜不必全收進庫房，
太后娘娘既然是賞你的，挑几样显眼的摆在院中，也好让来往的客人都瞧个清楚。你母親說的對，有人既敢在喜堂上把外室抬出來叫你受辱，那我們便也不必替他們遮羞。老太君，姑娘，陛下身邊的公公帶了口諭到了。陛下口諭：謝氏婉寧端麗真靜，知禮守節，凌辱不亂，不辱世家門風，賞玉璧一雙，南珠10鶴，以示嘉獎。臣女叩謝陛下隆恩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前幾日他們還怕沾上是非，只敢遣人送幾句不痛不癢的問候。今日陛下一褒獎，便都想起你是榮國公府的嫡女了。原來名聲也能這樣快改口？不是名聲改口，是風向改了。顧家越是狼狽，越能襯得你乾淨。姑娘，太后娘娘下了懿旨，春暖花開，將在宮中特設賞花宴，特意指明趙姑娘您入宮伴駕。姑娘，外頭又送來了12封帖子，有請姑娘去聽戲的，有請姑娘賞梅的，還有請姑娘品新茶的，多得數都數不過來。這一疊是從前同咱們家走得近的，回一回無妨。這一疊是見太后娘娘和陛下恩賞你，才急着來示好的。至於這一疊，便是當日在承恩侯府喜回上裝聾作啞，如今見謝家沒吃啞巴虧，又想來巴結的。那這些帖子，姑娘要不要都回？不急，宮中賞花宴之前，回誰不回誰，都是給外頭看的。他們哪裡是突然聯繫我？他們聯繫的是太后娘娘和陛下的態度罷了。夫人、姑娘，承恩伯府今日也往外遞了帖子。伯府先送去幾家舊日相熟的勳貴府上，結果門房連茶都沒上，直接說主家不便見客。帖子原封不動地背了回去。哦，退了幾家？一上午退了4家。有一家更難看些，連封皮都沒拆。伯府的人還沒離開，門房便把帖子從角門扔了出來，說是府中近日閉門謝客。閉門謝客？昨日奴婢還看見他們請人賞畫呢，真是活該。看見了嗎？京城最會看風尚，昨日還敢在喜床上看咱們謝家的笑話，今日便搶着來遞帖子。昨日還同顧家推杯換盞，今日連伯府下人都避之不及。謝家越被抬舉，顧家便越無人敢進。顧家賣一件體面，謝家便添一分風光。什麼意思？幾位府上都說顧公子才名在外，他們不敢委屈。只是如今府裡不缺人手，不便添客。不便？我說了，顧承則不要俸祿也可。顧公子，還有一位主子托小的小心轉告，說您如今是聖旨名言永不錄用的人。您這身份去誰府上做幕僚，都是在給主家招禍。這銀子小的實在不敢收。兩位兄弟，勞煩通稟一聲，就說顧承則求見。昔年我在監中讀書，文章也曾得過稱讚。今日有要事求見祭酒大人。顧公子請回吧。我並非來鬧事，只是想請舊日師者看在文章情分上，替我謀個清閒差事，哪怕是書庫校錄，替監中停寫卷冊，我也做的。顧公子，聖旨上白紙替字寫着永不錄用，你當國子監是什麼地方？國子監是朝廷重地，不是私宅後院，誰敢替一個被皇帝斷了仕途的人開門？顧公子，莫要為難旁人，趕緊走吧。原來沒有了世子的身份，沒有了謝家的光芒，我顧承則在京城連一條咬為企業的狗都不如。母親，別叫我母親！你可知我今日在司裡遭了什麼罪？他們連正殿都不肯讓我多站，竟將我引到偏角去。那偏角是給尋常香客跪的地方。從前我去，方丈哪一次不是親自迎到禪房，捧着茶盞喚我侯夫人？如今我是什麼？白身婦人。那些人在我身後笑，說我的誥命官服都被收了，還擺什麼架子？說我養了個好兒子，喜堂上扶着外室打謝家的臉，結果把我這個親娘的臉也一併剝下來踩。是誰說的？你還問是誰？若不是你為了白若煙毀了爵位，我何至於被人這樣羞辱？
你当初不是说謝婉宁一定会忍吗？你当初不是说谢家舍不得退婚吗？你看如今谁忍了？父亲，父亲，逆子！伯爷，伯爷，你别吓我！夫人，药铺那边说前头的药钱还欠着，若再不结清，今日的药就不送了。账房的，去账房支银子。账房说能支的现银早拿去双倍赔了谢家，后院的窗棂破了2日，匠人说个钱不肯来修，连府里的丫鬟袍子都遣散了大半，连熬药的人都快排不开了。药呢？炭呢？银子呢？从前满府的人伺候，如今连个递热水的都没有。你哑巴了！你当初不是说白若烟肚子里怀的是顾家的长子吗？只要有了这个孩子，顾家就还有盼头。如今呢？长子，哪怕生母出身再低，也是我顾家下一代的香火，我便还有翻身的一天。西山那边可有消息？能有什么消息？那个贱人最好老老实实把孩子生下来，若真是个哥儿，也算他还有一点用处。母亲慎言。慎言！我如今落到这步田地，还要对个害得顾家家破绝响的外县慎言。顾承泽，你是被他灌了迷魂汤，连亲娘都不认了！都闭嘴！伯爷，夫人，西山家庙来人了，说是有急报。急报？是不是要生了？是不是个男孩？白若烟如何？孩子呢？白氏夜里忽然腹痛变红，家庙里忙活到天明，才勉强保下孩子。保下了，孩子活着，快说，是不是男孩？说，是不是顾家的长子？回顾家，白氏生下的不是男婴，是个女婴，月份不足，气息孱弱，哭声细得幾乎聽不見。我不是外室，我不是。长泽说过要娶我的。他说他心里只有我，孩子是顾家的长子，你们不能这樣對我。顧承澤呢？讓顧承澤來見我，他不會不要我的。承澤，你來，我為你生了孩子，我不是賤人。承澤，姑娘，西山家廟那邊來人傳話，說白若煙產下了女嬰，而白若煙已經沒了。風光是禮法給的，不是男人幾句葷話給的。他是太后處置的，是懿旨，是家廟動的手，與顧承澤有什麼干係？死了好，禍害總算少了一個。若不是那個賤人，你怎麼會昏了頭？若不是你把他帶到喜床上，我又怎會被褫奪誥命？淪落到今日，連出門都被人指指點點。閉嘴！不許你再為那個外室鬧出半點動靜，顧家已經丟不起這個臉了。父親，你若還想讓顧家留一口氣，就給我記住，他是奉旨處置的罪婦，你敢為他哭喪，便是質疑太后懿旨。姑娘，西山家廟的尼姑今日已經把白若煙留下的女嬰抱回承安伯府了。哼，活着好，活着才叫顧家人日日看清寵妾滅妻究竟換來了什麼。還送回來做什麼？一個賤人生下的賠錢貨，也配進我顧家的門？太后懿旨，孩子既是顧家血脈，便該交還顧家。貧尼等只是奉命行事。
血脈。若不是为了这个孽种，他娘怎么会害得我顾家沦落至此？母亲，他总归是我的孩子。你还敢说你的孩子？若不是你色迷心窍，我还是有高明的侯夫人，顾家还是侯府。如今呢，三等伯、白身夫人，满京城谁还瞧得起我？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太后娘娘念着谢家大姑娘前些日子受了委屈，特赐蜀锦10匹、云纱8匹、东珠2夹、百年老参2根、沉水香1盒，另有御制胭脂若干。臣女叩谢太后娘娘恩典。太后娘娘特意交代，春日御花园花开得正好，谢家大姑娘务必要去。娘娘说许久不见姑娘，心里惦记得緊。有劳公公回禀太后娘娘，婉宁必定按时入宫伴驾。姑娘，外头都传遍了，承安伯府如今连银丝炭都买不起了。顾母嫌弃那小女婴晦气，不许抱正房。那孩子身子弱，天天跟猫儿似的哭。顾承则听一声，脸就白1分。按规矩入库，药材单独收进暖阁。奴婢明白。至于伯爵府的事，院里往后不許拿來嚼舌根。顧家敗是他們自作孽，謝家興也不是靠笑話他們得來的。這才是我榮國公府的女兒。哼，這一張退回去。大婚那天他第一個溜走，如今見風向變了，倒想請你賞茶，直接回了，就說姑娘準備太後的賞花宴，不得空。母親，這京城的風吹得比春日柳絮還快。不是風快，是人都認得清高低。太后娘娘抬你，就是告訴滿京城退婚受辱的不是你，是顧家自己把門楣砸了。原以為謝家大姑娘退婚，少不得被人指點，太后天天賞賜，國公府反倒更熱鬧了。顧家才是真沒臉，寵妾滅妻，現在爵位廢了，外室死了，只剩個病歪歪的顧家女嬰，天天哭。不許哭！你這逆子，你還嫌不夠晦氣嗎？榮國公府接旨，臣接旨。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榮國公府謝氏婉寧端立真靜，明理守節，持身端方，方承安伯府失德，寵妾滅妻，亂嫡庶綱常，辱士族婚禮。謝氏婉寧不失儀，不亂禮，斷婚歸附，合理合法，堪為京中世家女子典範。謝審婚約，既為承安伯府先師信義，謝氏退婚，合乎禮法，亦合乎聖義。之後京中若有借此非議謝氏清明者，實同妄議聖裁，欽此。臣謝陛下隆恩，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老身謝陛下為謝氏女正名。老太君折煞奴才了。陛下說榮國公府教女有方，太后娘娘也說了，謝家大姑娘受了委屈，往後該抬頭便抬頭，誰也壓不得。選到正堂去，就選在最顯眼處。之後來榮國公府賀喜也好，探病也好，進門第一眼便該看見陛下是如何論定我謝家姑娘的。從前不敢來，如今倒都想起與你相交了。挑該見的見，不該見的晾着。如今不是他們肯不肯給婉寧體面，是我們謝家肯不肯賞他們這個臉。婉兒，過來。謝家大姑娘，太后娘娘喚您呢，快隨奴才來吧。臣女
給太后娘娘請安。快起来！哀家不是早說過，在哀家跟前不必這般生分。來，坐在哀家身側。太后娘娘，這位置不合禮數。哀家讓你坐，便合禮數。这些日子可睡得安穩？劳太后娘娘挂念，臣女一切都好。好，一个姑娘家大婚之日遭人作践，还能不哭不鬧，守住李家门望，這才叫好。哀家活了大半輩子，見過太多女子因流言輕生，也見過有人為了所謂名聲忍氣吞聲。可婉兒不同，她不卑不亢，不因旁人無禮便自輕自賤，這樣的孩子才配得上柏林謝氏的風骨。老太君真是好福氣，養出這樣端方的孫女，難怪太后娘娘如此疼惜。是啊，謝家大姑娘這般高風亮節，鏡中姑娘們何該都跟着學一學。這花好，配婉兒也好，站好。今日是賞花，不是讓你來居禮的。六王入宮，向太後娘娘請安。六王爺那一戰，打得北京10年不敢南下，威震天下。何止啊！如今京畿的兵權也有一半在六王爺手裡。唉，可惜聽說王府至今連個通房都沒有，多少閨女遞帖子都遞不進王府門前。若誰能嫁進王府，便是登天了。儿臣給母後請安。快起來，難得你今日肯進宮，哀家這賞花宴倒是更熱鬧了。兒臣聽聞母後設宴，特來請安，不敢擾了母後雅興。景淵既然來了，便到哀家近前說話。唉，旁人家的王府早幾年便妻妾成群，偏你六王府冷清的連哀家都聽不下去了。這些年府中中會一直無人掌管，你倒也真能忍。軍務繁重，常年不在京中，既不能長守內宅，便不願意虛禮誤人。你倒會替旁人着想，可王府總不能一直這樣空着。偌大府邸，連個掌中櫃的人都沒有，傳出去像什麼樣子？謝家丫頭，哀家是看着你長大的，你自幼明理端方，進退有度，謝家教出來的姑娘就該是這樣。坐着。今日賞花，哀家就是想讓你好好坐在哀家身邊。前些日子的事，京中也都聽說了。一個好好的世家嫡女，大婚之日遭人作踐，卻沒有哭鬧失儀，該退便退，該斷便斷，守的是禮法，顧的是門楣。哀家憐她，卻不只是憐她。你這樣的姑娘，何該有一門真正體面的親事？不是叫你去受氣，更不是讓什麼不清不楚的賤人踩着你的臉面進門。景淵，母後，哀家瞧着六王府也該有個主母了。謝婉寧出身榮國公府，門第清貴，性情端方，與你倒也相配。哀家今日便想做這個主，將謝婉寧賜予你為六王正妃。兒臣謝母後賜婚。景淵，婚姻不是兒戲。謝氏婉寧是榮國公府的掌上明珠，也是哀家看着長大的孩子。你若應了，便不能要她再受半點委屈。兒臣既受母後賜婚，便定以江山為聘，此生絕不負婉寧。好，老身謝太后娘娘恩典。謝家老姐姐，你我之間何必行此大禮？快請起！恭喜太后娘娘，恭喜六王爺，
也恭喜榮國公府老太君啊！謝家大姑娘果真是尊貴無雙的大福氣。可不是嘛，先前外頭那些酸話，原就是見不得人的小人嚼舌根。如今太后娘娘親自做主，誰還敢胡說半句？婉寧，之後你就是哀家定下的六王妃，誰若敢拿舊事議論你，便是議論哀家的眼光。婉寧，謝太后娘娘憐惜。话说那承恩伯府真是有眼無珠，舍了金镶玉，偏要捡那塊破瓦罐。顧家拿这個大肚子外母去羞辱謝家嫡女，自以為拿捏了人家，誰知一轉頭，硬生生把一個親王正妃送上了雲端。這就叫明珠不蒙塵。承安伯府現在門檻都快爛了，人家國公府卻要出一尊九鳳金頂的六王妃嘍。逆子，那是最後一點體積壽品，你竟然敢偷去換酒！顧承澤，你是不是非要把這個家徹底敗光才甘心？我怎麼生了你這麼個孽障？若不是你非要把白若煙那個賤人帶上喜堂，我的誥令怎會沒了？你父親怎會癱瘓？顧家又怎會落到今天這個地步？夫人，公子，不好了，公子外頭出大事了！慌什麼？又是什麼晦氣事？外頭都在傳，太後娘娘在賞花宴上親自給謝家大姑娘賜了婚。你說什麼？賜婚？賜給誰？我問你，謝婉清被賜給誰了？六王爺蕭景淵。六王？胡說！這不可能！他剛退了我的婚，怎麼可能攀上六王爺？蕭景琛怎麼可能會娶她？小的聽得真真切切，塔樓裡人人都這麼說，是太后娘娘親自牽的線，聖上也准了。內務府已經奉命籌備大典，說是要按親王正妃的儀仗辦。聽見了嗎？六王妃，親王正妃。你當初嫌他不肯容人，嫌他不如白若煙溫順，如今呢？你親手把謝家的掌上明珠推出了顧家大門，又親眼看着他被太后捧成了六王妃。你這輩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有眼無珠，現在人家要做王府主母，天下女眷之首了，而你連偷你親娘的首飾換酒都換不來幾兩銀子。這門親事，我謝婉寧不嫁了。不可能，謝婉寧，你為何能走得這般決絕？為何能爬得這高？是我錯了，錯了。謝婉寧，你素來有世家貴女的雅量，今日我們三人一同拜天地，讓若煙以平妻之禮進門，可好？平妻之禮，容人之量，我當時到底是怎麼敢的？瞧那顧公子，跟條死狗一樣趴着呢。哼，活該寵妾滅妻，現在連爵位都沒了，裝什麼清高？謝婉寧退了婚，她沒有名聲盡毀，反而被太后和陛下捧成了六王妃，而我用前程，用顧家換來的，只有這滿地的狼藉，還有親娘的怨毒。別哭了，求你別哭了！這哭聲每響一下，都在提醒我，我為了白若煙，毀掉了謝婉寧的體面，毀掉了顧家的前程，毀了我自己的一生。親王正妃即服歸事一冊，儀仗章程3冊，納采問名、納吉、納徵、請期禮單各1冊。太后娘娘天賜鳳紋赤金冠，
東朱步搖，雲錦百匹，南朱十候。太后娘娘有話，謝家大姑娘前些日子受了委屈，这一次六王府大婚，絕不許有半分簡薄，親王正妃該有的體面，要讓京城裡外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夫人，從顧家撤回來的舊日嫁妝單子和新擬的天妝冊全在此處了。上次從顧家撤回來的紅木香籠，通通重新自漆描金，連香角都要另相同售。江南兩處綢緞鋪子添進陪嫁，城外溫泉莊子也給婉兒帶過去。壓箱銀在原有的基礎上再加3成，金锭另制20箱。顧承泽大婚那日，你将我謝家的10里紅妝當成墊腳石，如今同樣的香籠要另相同售，以高出仙家3倍的尊榮，重新抬上京城長街。謝家的姑娘第2次出嫁，要比頭一次更盛。是。婉兒，你記着，謝家給你的不是遮醜的東西，太后娘娘給你的也不是憐憫的補償，這是你應得的。御賜玉如意对，金册礼器1套，公制锦緞200匹，謝家陪嫁田莊地契6匣，江南綢緞鋪契書2匣，壓箱金20箱。這不是上回從承安侯府撤回來的紅妝嗎？是啊，但現在哪裡還有舊影？前頭壓着皇家聘禮，後頭又添了這麼多陪嫁，承安侯府那場大婚算個屁！還承安侯府呢，如今降成3等伯爵府了。再查一遍，凡入冊之物，不許有一處錯漏。老太君放心，內務府1份，謝家1份，六王府1份，3處賬冊絕對得上，出不得半點差錯。前一次大婚，承恩侯府空了門庭，喜堂冷得像靈堂。這一次榮國公府連石階都鋪滿喜籌，真是把舊日那口氣全掙回來了。哪裡是掙回來了，分明是把承恩伯府那點所剩無幾的體面，生生碾成灰。顧承澤，你以為退婚能讓我謝婉寧跌下神壇？如今我以六王正妃之尊重新出嫁，這10里紅妝壓得你顧家全族在京城永遠抬不起頭。姑娘，您這一次的紅妝，連承安伯府整條街的衛氣都能壓得死死的。萧景淵奉旨迎娶謝婉寧，今日親迎，必不負謝家托付。王爺千金之軀，臣等放心了，快快請起。婉兒，抬頭走。祖母放心。六王妃大喜，荣国公府大喜。起轿为辅。婉寧，婉翠，退下。
我娘！请王妃下轿入喜堂，恭迎王妃入府。一拜天地，二拜皇恩，夫妻对拜。合景同心，礼从心下，入洞房。王妃入内休息，任何人不得叨擾。王妃，这一生本王唯你一人，绝无二色。六王府后院，从前无人，今后也不会有第二个女子来分你的体面。你入府，不是来受委屈的。王妃之位是你的，尊荣是你的，府中上下也只认你一人为主。王爷可知，这句话一出口，便再没有反悔的道理。本王从不拿婚姻之事做戏。那婉宁便记下了。启禀王爷，您要的印信账册取来了。谢婉宁，六王府从前没有主母，过去皆由旧吏与各房管事分掌。今日之后，不必再招赵吏。这是王府内库钥匙，金银库银器赏赐皆收在那库。这是庄田铺面的印信，京郊田庄城中铺面自今日起由你查账定夺发话。这是府中人事名册，管事、护卫、车马、廚房各處人手都在其中，誰可用誰該換，你說了算。這是王府對外往來的令牌，以後各府帖子年節走動、鋪面契約，皆以此為憑。蕭景元，你可知這些東西一旦交出來，便不是一句洞房花燭夜的好聽話能收回去的。本王知道，本王在朝堂持劍，護的是大楚邊境與宗室體面，你在府中掌權，定的是六王府內外規矩與百年門楣。謝婉寧，你嫁入王府，不是來依附本王，更不是來同誰爭寵、受誰挾制，你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，六王府的尊譽，有你一半。明日一早，府中上下會向你磕頭跪主，若有人不服，便逐出王府；若有人陽奉陰違，按王府規矩處置，你不必顧及任何人的臉面。若是舊人仗着侍奉王府多年，拿規矩壓我呢？你就是規矩。王爺一諾千金，婉寧記下了。只記下？自然不止記下。王爺即將王府中位於我，婉寧便會替王爺守好這座王府的規矩與體面。內外賬冊、賞罰章程，各處人情往來，從今夜起都要有章可循。王妃想怎麼立規矩，便怎麼立。收好，明日一早，將王府各處賬冊按年月分出，封存舊賬，新賬另起。是，王妃。往後凡入我院中請示之事，先依規矩，再論情分。我謝婉寧要的，從來不是在後宅裡同誰爭一寸高低，更不是為一個荒謬的男人與另一個女子搶半份憐惜。
我要的是明媒正娶的體面，是并肩而立的尊重，是無人敢輕慢我的風範，是我抬手便能定下規矩的權利。在想什麼？在想王爺方才說要同我共賞盛世长安，不是方才，是此後一生。好，此後一生，婉寧與王爺共賞這盛世長安。瞧瞧，侯府变伯府，这大门换的可真够寒酸的。哼，宠妾灭妻的下场，活该。那是我的体面，我好歹做了半輩子侯夫人，你们敢动我的东西？母亲，若不当了，明日讨債的人就要堵门。若不是你，我用得着当自己的嫁妆？怎会从侯夫人变成如今这副模样？我看不见了，顾承泽，我看不见了，滚！你这个不孝子！你害我没了狗命，害我没了眼睛，你怎么不去死？母亲，别喊了。逆子！顾家百年体面全毁在你手里，顾家到你手里断了。哭什么哭？丧门星！若不是他那个贱人娘，顾家怎会落到今天？救王妃！婉寧，逆子，你還想喊誰？你害了顧家還不夠，還要再招來禍事嗎？哭哭哭！若不是你娘那個賤人，顧家怎麼會落到今日？你當年不是說真愛無罪嗎？你不是說他會低頭嗎？你倒是讓他低頭啊！逆子，婉兒，這就是我的選擇。顧承澤終於明白，太後的規矩、謝家的規矩與大楚的禮法，終於在他活着腐爛的餘生裡落成了無法撼動的鐵律。而我的生活才剛剛開始。